大家好，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上一期视频我们介绍了马德里的打卡景点，今天我们到马德里周边走走，看看三个非常有意思、有故事又有颜值的小城——托莱多、塞戈维亚和阿维拉。这三个小城离马德里都不远，每个都很适合一日游。不过有些一日游的团，一天里面跑2个甚至3个城，不是很推荐。这些地方还是需要花些时间慢慢品的。咱们从北往南，先说一下塞戈维亚。这个城市不大，但历史很久，在2000多年前的罗马时代就已经成型了。因为历史悠久，而且保存很好，塞戈维亚的看点很多。最著名的3个是罗马水渠、大教堂和塞戈维亚城堡。从马德里去塞戈维亚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坐大巴。大巴站离小城中心近些，从大巴站出来，向东北方向走7-8分钟，就来到了罗马水渠。这个地标你一定不会错过的，即使按照现在的基建水平评判，也是太宏伟太震撼了。何况这个是罗马人在2000多年前建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最雄伟、保存最好的古罗马遗迹。整个水渠全长15公里，现在大家参观的是在城东南门的那一段，也是最高最震撼的一段。水渠的水源是南边山里的冷水河，以1度左右的倾角，长途奔袭10几公里，引水到塞戈维亚城里。据说这个水渠一直到1970年代还可以用，你就说牛不牛？塞戈维亚是有古城墙的，看完罗马水渠，爬几级台阶，然后朝西北方向走，就进城了。小城不大，从东南端的罗马水渠到最西北端的城堡，一共不到2公里，到处还有指示牌，不容易迷路的。走10分钟左右，就会看见下一个打卡地标——塞戈维亚大教堂和教堂前面的主广场。这座大教堂建于16世纪，是西班牙最后一座哥特式大教堂。人们称它为教堂中的贵妇，是有原因的。对于一个小城来说，这个教堂的规模和从内到外的华丽，实在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大教堂的外观非常宏伟，尤其是它的塔楼，88米高。从城外远眺塞戈维亚，最显眼的就是这个教堂。教堂内部是可以参观的，有时间的话应该进去感受一下。教堂旁边就是塞戈维亚的主广场，和西班牙其他地方差不多，广场周围都是餐馆、咖啡屋，走累了在这里坐坐，看看来来往往的人们，听听大教堂的钟声，感觉不错。再往前走10几分钟，就来到了塞戈维亚城堡。看看这座城堡是不是似曾相识？没错，迪士尼的灰姑娘城堡就是以它为原型的。这个城堡看着很漂亮很童话，其实很严肃的，很多西班牙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和它有关。比如当年威震四海，和老公一起赶走穆斯林，收复失地，还资助哥伦布探险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一世的加冕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城堡是可以上去的，不过没有电梯，要纯靠体力爬。上面的风景很不错，可以360度俯瞰整个塞戈维亚城，非常推荐。塞戈维亚的3大景点：罗马水渠、大教堂和城堡，保证你不会失望。剩下的时间可以随便逛逛，会碰上不少小一点的景点，教堂啊、广场啊，都挺有意思的。塞戈维亚还有个一定要尝一下的当地名菜——烤乳猪，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搜一下，有几家网红店去试一下。接下来咱们去阿维拉看看。阿维拉也是座历史名城，和塞戈维亚一样，最早从罗马时期就有人居住了。不过阿维拉最有名的是它11世纪建造的西班牙保存的最好的中世纪城墙。这个城墙环绕整个阿维拉，全长约2.5公里，有88座塔楼和9个大门。当时的人修这么复杂坚固的城墙，是为了防御穆斯林摩尔人的，现在成了个打卡的景点了。城墙是可以上去的，不过能走的部分大概只有一半，一路都可以欣赏小城风光，很赞的体验。除了最出名的古城墙以外，阿维拉也有个大教堂。这座教堂有900年左右的历史，融合了罗马式和哥特式风格，被认为是西班牙第一座哥特式教堂。教堂的后面和城墙是连在一起的，
很独特的风景。阿维拉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定要看，就是圣特蕾莎修道院。这座修道院是为纪念阿维拉的圣女特蕾莎而建的，因为阿维拉是她的故乡。这个圣女特蕾莎是16世纪西班牙天主教会的重要圣人之一，对西班牙和天主教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不是那个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加尔各答特蕾莎修女。整个阿维拉因为是圣特蕾莎的故乡，宗教气氛挺浓厚，修道院和教堂很多，比如圣文森特教堂，还有圣托马斯皇家修道院等等，都挺有名的。好了，逛完阿维拉，咱们接着往南，就来到了西班牙旧时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托莱多。比起塞戈维亚和阿维拉，托莱多的故事更丰富多彩。在罗马时代，托莱多就是个帝国的重镇，后来中世纪时期又是西哥特王国的首都。11世纪基督徒收复伊比利亚半岛以后，托莱多又成了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几个流动首都之一，一直到1561年迁都马德里。要说托莱多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多元文化的交融。托莱多有个3大文化之城的美名，说的就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这里的和谐共存。到了托莱多，首先要打卡的就是托莱多大教堂。这个天主教的主教座堂从13世纪开始修建，是西班牙最重要的哥特式建筑之一。本来这里是人家摩尔人的一个大清真寺，基督徒赶跑了摩尔人，就用大教堂把整个清真寺盖上了。大教堂内部装饰华丽，还收藏了很多艺术珍品，简直就是个博物馆，甚至有很多鲁本斯和戈雅这些名家的画作。和许多西班牙城市一样，托莱多也有个阿尔卡萨尔城堡，一个四方形的建筑，4角4个尖尖的高塔，建在托莱多城东侧的制高点上。城市远景上最显眼的就是它。这个城堡罗马时期是个宫殿，后来被改建成了防御城堡和皇家住所。500年前，西班牙牛人科尔特斯率领600人征服阿兹特克帝国之后，就是在这里接受了查理5世的召见的。现在城堡里有个西班牙陆军博物馆，挺值得一看。另外，因为城堡建在制高点，上去之后可以看整个托莱多的风景，也是不能错过的。在托莱多古城里逛逛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各种古老的建筑混合着基督教、犹太教和阿拉伯穆斯林风格，很有味道。比如这个白色圣玛利亚教堂就是个很好的典型。这个建筑900多年历史了，最早是个犹太人的庙，后来被改成了基督教的教堂，但其实里面建筑风格又是穆斯林穆德哈尔风格的，感觉有点像西班牙南部科尔多瓦那个著名的清真寺大教堂，都是个文化大杂烩。离白色圣玛利亚教堂不远的圣胡安皇家修道院也挺有名的，这个修道院是15世纪的时候伊莎贝拉一世为了纪念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争胜利而建的，也是满满的穆斯林穆德哈尔风格，但却是个基督教的修道院。托莱多古城北面有2座古城门，一定要去看看，一个是太阳门，一个是比萨格拉门。太阳门有700年的历史，典型的阿拉伯风格圆拱结构，高大挺拔。至于为什么叫太阳门，说法不一，维基百科说是因为这个门面向东方太阳升起的方向。比萨格拉门是托莱多最有名的一个中世纪城门，城门朝北开，上面刻着查理5世的徽章，是托莱多的大门正门。在托莱多城南，隔着蜿蜒的塔霍河，有一个山谷观景台。逛完古城之后，建议去一下。从这个观景台可以眺望整个托莱多古城，大教堂和阿尔卡萨尔城堡等都一览无余，是拍摄全景照的最佳位置。今天介绍的3个古城都可以从马德里1日游，时间上自驾最方便，但如果嫌开车麻烦，坐火车或者大巴也都可以。托莱多和塞戈维亚火车都有直达，阿维拉火车要转1次。这3个古城以罗马水渠闻名的历史上的军事和宗教中心塞戈维亚，以中世纪城墙为招牌的宗教小城阿维拉，和3大文化混搭的政治文化重镇托莱多，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多谢大家观看。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评论、转发。